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塔罗的低语，我是 Nico 啊。那我们今天要占卜的课题是：你们将会经历怎样的一生？你们的这一生将会以怎样的方式被铭记？你们将会成为一个怎样的人？那在我们面前呢，有3组牌，从左到右分别是第一组牌、第二组牌、第3组牌。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直觉选择和你们连接最紧密的一组牌。稍后的话，我会做出一个解读。那么大家在选牌的过程当中，可以在弹幕上打出领取好运来领取你们的专属好运。好，那我们现在可以开始选牌了。大家好，欢迎来到第一组牌啊。那第一组牌的话，给我的一个最直观的印象呢，就是我在第一组牌看到的是你们的倔强，你们的叛逆，还有你们的不妥协啊。你们不是那种逆来顺受的人，甚至你们可能永远都不会低头和妥协。你们未来成长的方向，或者说发展的方向，可能就是在和一些事情做对抗。而且呢，你们的人生是逆流而上的，就是大部分人他们可能选择的是妥协，但是好像只有你们是无比清醒的，就是当你们拒绝随波逐流的时候，你们的身上就插满了宝剑。代表的是你们在成长的过程当中会遭受到一些质疑和打击啊。而且呢，在这组牌面上，它给我的感觉就是你们越在低谷期，越是遭受打击的时候，你们就越能看到自己内心当中的那份信仰和力量，就越能记起你们内心当中的那份珍贵。所以说这组牌的话，如果要给它下一个定义啊，你们未来会成为怎样的人？那我觉得这组牌的答案就是你们会成为一个战士啊，站在阳光下，不妥协啊，不屈服，不盲从啊，会顺从自己的心，甚至有一点和全世界作对也在所不惜啊。宝剑8，就是你们在追逐自己梦想的过程当中，你们会对抗很多的偏见啊，就是在别人的眼中你们是偏执的。但是在你们自己的眼中，你们只是去坚定的执行内心当中的那个想法和信仰。我觉得你们可能不仅仅是一个战士啊，你们在任何时候都不会放弃对自己的思索和对自己的真实，无论外部世界多么的跌宕起伏，你们对自己永远是真诚的。那我们抽到的前2张牌，因为这个宝剑啊，它有很强的这种宝剑风向的特质，就是你们从事的行业可能会涉及到密集的思考，大量的语言表达和交流啊。因为一旦涉及到语言表达呢，它就会有一些不同的观点，或者说不同的声音会出现。可能说你们在表达自己的过程当中会受到很多的误解，你们的观点会被曲解。因为你们要理解的一件事就是被误解，它原本就是表达者的宿命啊。所以说从牌面上来看，即使你们被误解，你们依然会选择去对抗一些愚昧和偏见。我感觉这组牌的你们比较特别的一点就是，你们可能会成为一个像布道者一样的人，去宣传播自己的某种信仰或者说理念。第3张牌，权杖5，这张牌就是让我想到你们的身份啊，在宣扬某种理念的时候，在传播某种价值的时候，可能会遭受到一些不理解，会受到一些攻击。但是你们内心当中无所畏惧，勇往直前啊，即使是被绑在木桩上，你们也丝毫不会妥协。所以说这组牌，无论你们在哪个行业，你们都会像战士一样，你们会坚守到最后一刻。因为你们的人生就像是一场又一场的战争啊。这个星币6啊，就是你们在成长的过程当中也会和自己较劲。虽然说可能说你们一直在成长的过程当中进行着和自己的战争啊，一边鼓舞自己，然后可能一边又会怀疑自己，然后不断的行走在崩溃又自愈的边缘当中啊。虽然说牌面上我看到啊，牌面当中的你们伤痕累累，但是从来都没有放弃停下的脚步，而且你们越是这样，就越能发自内心的尊重自己啊，你们越是这样，就越能想起自己的珍贵。当你们以这种姿态去面对这个世界的时候，你们就会被越来越多的人看到，会有越来越多的人选择去追随你们，或者说认同你们，甚至是一开始打压你们、质疑你们的人，看到你们的这种坚守的信仰之后，也会被你们的这种行为所感动。那么这张星币9啊，
星币9这张牌就是你们在熬过了一个最艰难的阶段之后，你们的身后啊会有很多的荣誉和成就，而且呢，这一组牌给我的感觉就是因为你们的这种，就是你们的性格层面，你们的性格当中有某种偏执，而这种偏执呢，会让你们在某一个领域当中，你们的偏执可能，在相处的过程当中，它会是一个缺点，但是呢，当你们在发展自己的事业的时候，你们的这种偏执反而会成为你们最大的优势，因为你们会一条道走到黑，你们很有可能会成为一个行业或者说领域的这样的一个中坚力量啊，可能说会领导一个团队，或者说你们会自主创业啊，一开始会经历一个非常艰难的阶段，因为你们刚开始做的这个事情可能是不被人所理解的，因为你们在开创一个趋势，你们不是趋势的跟随者，而你们是自己在开创一个趋势，所以说你们会经历一个非常残酷的淘汰和考验。但是从这组牌我能够看到啊，就是你们能够幸存下来。那么这个星币9就是在你们经历了非常残酷的竞争和淘汰之后，你们的身后满是荣誉和成就啊。而且呢，这个星币10啊，就是你们会在未来啊，你们是有可能会建立一个非常庞大的组织啊，或者说你们的影响力会带来很多的追随者，因为你们的工作会和很多的人啊建立这种联系。这张星币10呢，也对应的就是你们的一生都是在路上的，你们永远都不会让自己停下来。那我们抽到的这3张啊，雷曼诺神谕卡，第一张牌就是太阳牌，就是你们未来的工作和你们的身份会让所有的谎言被隐藏的事情浮出水面啊。这个太阳牌其实也是你们的性格啊，是那种眼睛里边揉不得沙子的人。而且呢，太阳牌是你们所选择的一种生活方式，你们会永远选择让自己活在阳光下，活在坦荡和不羞愧当中。所以太阳牌它代表的是一种问心无愧啊，无论你们未来会成为怎样的身份，你们都不会后悔，你们永远是坦荡且真诚的。那么第二张牌呢，它是一口井啊，这口井呢，它有着更加充分的象征意义，就是你们未来做的工作，你们的事业发展在前期来看，可能在身边的人来看它是没有意义的，这个没有回报的事情呢，就像挖一口井一样，你们前面挖到的都是土，但是一旦你们能够找到这个水源啊，这个水就会源源不断的涌出来。所以说你们未来的工作和事业发展，它并不是一条稳定增长的曲线，而是在某个点会大量的会突然的爆发啊，就是前期你们可能需要大量的时间成本去熬啊，去坚守在某个领域和行业，所以说你们性格当中的偏执才会在这里派上用场。那有这样的一句话，就是让石头裂开的并不是第101锤，而是前面所敲下的100锤的每一击，就是你们必须优雅从容的去看待你们现在所坚持的一些事情，因为它就像挖井一样，一旦你们挖到水源，它就会给你们带来大量的回报。但是呢，在你们挖到水源之前啊，这个绝大部分的时间都是枯燥的，所以说你们的人生会花大把的时间去迷茫，但是你们会在几个瞬间成长。那么第3张牌呢，我们抽到了这张牌呢，它其实是一个你可以把它看作是一个大天使，但是呢，它显化出来的是一种非常强大的阳性能量，就是说你们在未来人生发展的过程当中，可能会遇到一个男性的贵人啊，或者说你们有可能会成为牌面当中的这个人啊，坚定的意志，健壮的身体，就是你们实现梦想的基础。所以这组牌的话，我看到了一种非常积极的力量，会让你们成为一个即使身处黑暗依然心向光明的人，并且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们会成为光明的一份子啊。即使你们身处黑暗，你们也并没有诅咒黑暗，而是你们会选择成为照亮黑暗的光和火炬。好，那这就是我们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对你们有帮助的话，可以在我的视频下方留言、点赞或者投币，你们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
大家好，欢迎来到第二组牌。那第二组牌的话，很难去定义你们最终会成为一个怎样的人，因为你们身上的标签或者说身份会非常的复杂。这组牌给我的感觉就是，你们一生的密度会是普通人的好几倍。比如说，你们活10年，相当于一个普通人活好几十年所能够经历的事情的总和。所以说，这个圣杯骑士啊，这个你们手上的圣杯可以把它看作是一个号角。就是你们是走在时代的前列的，你们在很多事情上有更高的认知能力啊。当大众还停留在某种愚昧的认知之下的时候，你们可能早就已经来到了一个更高的境界上。所以这张牌你们就是永远走在前面的，你们是一个时代的先行者，或者说我们可以把你们称之为是时代的弄潮儿。那么这个圣杯骑士呢，你们身后是狂风巨浪般的海啸，就是说这个圣杯骑士因为你们自身的这种敏锐的觉察能力啊，你们甚至能够提前的预知到一些风险，并且拥有及时脱身的这样的一种能力。所以抽到这组牌的你们似乎每一次都能受到命运的眷顾啊，有惊无险的去躲过一些风险巨大的灾祸。只不过你们的这种更高的认知能力啊、格局啊，还有智慧，有的时候因为你们走得太快啊，可能暂时得不到理解，或者说你们会感觉到和身边的人、周围的环境有一点格格不入。那么我们抽到的第二张牌宝剑，宝剑1呢，这很明显是一把披荆斩棘的武器啊。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就是在你们真正大放异彩之前，你们可能会花非常长的一段时间去磨砺某项技能不断的反复的去练习。宝剑1就是你们一生当中，你们能够拥有一项核心竞争力，或者说谋生的一项技能。这项技能无论在什么时代它都不会过时。宝剑你们可以把它当作是你们人生当中的一个铁饭碗，只不过这个铁饭碗呢，它不是说让你们在一个地方能吃一辈子饭，而是说你们走到哪里，因为有这项技能，它就是你们生存的保障，你们走到哪里都能有饭吃。所以说宝剑呢，它很典型的风向特质嘛，所以说它更偏向于是那种有很高门槛的技能类的工作，或者说需要密集的思考、很高的智力才能从事的工作。那宝剑的话，就是说对于你们未来的工作，需要你们自身拥有很灵活的思维，并且需要你们具备某种非常强的解决问题的能力，就是一个项目的成败都系于你们的身上。而第三张牌呢 Queen of Swords，这个就是你们未来会成长为的模样啊，优雅、从容、自信啊，这就是我从这张牌面上所感受到的一种状态。而且呢，牌面上的你们如果是你们是宝剑女王的话，你们手上的宝剑就是你们自己的命运，你们能够掌控自己的命运，内心有着笃定的安全感浑身散发着一种自信去应对接下来的波动和不确定性带来的挑战。而且呢，从这张牌面当中，我能够感受到的是一种强大的从容、冷静还有智慧。就是说这个宝剑女皇，你们不仅仅拥有因为自身强大而生发出的一种优雅和从容的气质可能你们还会因为自身的强大去帮助和拯救一些人。所以说从牌面当中我们感受到的这种优雅、从容还有温柔，一定都是基于你们拥有一个非常强大的内核、非常笃定的自我才能够散发出来的。所以说这张权杖7你们最终会来到一个很高的位置上，就是在别人眼中你们是属于那种可望而不可及的存在。但是呢，你们在追逐自己事业的过程当中，可能会变得越来越孤独，因为在悬崖之上只有你们一个人有一点高处不胜寒的感觉。但是呢，这张牌它又带给我一种呼风唤雨的力量感，就是你们可能现在没有那么大的野心，或者说没有办法想象你们未来会去到一个怎样的位置但是可能会有一些阴差阳错的力量把你们推到那个位置上，会让你们成为某个行业或者说领域的意见领袖这组牌的话，你们未来的身份呢，它就是有着很大的弹性的，就是你们可能不会被一直困在当下的这个环境当中，你们未来可能会跳出这个环境，跨越你们现在的阶级，你们能够有可能会实现这种阶级的跃迁这在当下来看可能是不可想象的事情，但是我们在牌面当中我就看到了这样的一种趋势，只不过呢这个过程可能会一波三折那么这张圣杯8就是你们会在一个
残酷的环境当中生存下来，并且找到自己的依靠和组织，完成了自我发展，完成了这种自身第一桶金的积累啊。就是你们一开始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是很弱小的，但是每一次都能够精准的去躲过一些危险，然后最终找到自己的生存之道。你们在经过了一系列的残酷的博弈和斗争之后啊，你们会来到一个温暖且光明的地方啊，这就是你们最终要抵达的地方啊，周围充满了鲜花，它甚至是有一点美好的，不像是一个真实的世界。也就是说，当你们在经历了残酷的竞争和博弈之后啊，在经过了这个圣杯8之后，你们会同样啊，你们会来到一个非常美好的世界。所以说这组牌你们的身份或者说你们的体验是非常复杂的，你们人生的密度是非常大的，你们能够看到这个世界上最残酷的一面，但是你们也会体验这个世界上最美好的一面。但是最终你们可能不会去停留在任何一个地方，你们会完成某种超越啊，可能你们最终会去追求自己内心当中的宁静。那我们抽到的这张牌，它就是乌云背后的阳光，就是你们的人生一定会经历一个大起大落，就是当你们感觉到自己的人生已经不能够再糟糕的时候，就会出现转机和希望。而第二张牌呢，我们抽到这个雷曼诺神谕卡，它是一个笼子和一把钥匙，就是在你们人生的某个阶段，你们一直是生活在笼子当中的，可能是意味的是你们是被圈养的，像金丝雀一样被保护起来。但是有的时候这种保护它也变成了一种伤害和束缚，让你们没有办法继续成长。所以说在了某个时间节点上啊，你们能够意识到你们的这种自我意识就会觉醒，然后你们会用钥匙去打开这个牢笼，挣脱束缚，然后像圣杯骑士一样去掌控自己的命运。那么第三张牌我可以看到的是，你们会非常渴望自由，你们就是一条鱼，你们终生都在寻找那片属于自己的海。这就是为什么你们会穿越地狱和天堂，因为那都不是你们最终的落脚点，你们要找的始终是那片海，在你们梦中曾经出现过的那片海。那么在那片海域当中呢，你们可能最终会和某个人相遇，或者说在那片海域当中，你们能够收获到内心当中真正的自由。好，那这就是我们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对你们有帮助的话，可以在我的视频下方留言、点赞或者投币，你们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大家好，欢迎来到第三组牌啊。那第三组牌的话，抽到这组牌的你们的人生当中会遇到3个非常重要的人。这3个人的话，还没有办法确定他们在你们的人生当中的身份具体是什么，但是呢，他们的出现呢，会在你们的命运的剧本当中扮演某种角色，来推动你们人生的发展。首先我们来看第一张牌啊，就是说星币8。在星币8这张牌面上呢，你们的人生一开始会花很长的一段时间去当一个学徒，你们可能会跟着某个人、某个老师去学习某项技能，打磨自己。当然这张牌也不排除你们有可能是自学成才啊，有些东西你们只要看过一遍之后，好像你们天生的血液里就有某种基因，它会强烈的吸引着你去学习某种技能啊。有一些东西是你天生就会的，你只是缺少一个激发它的契机。所以这组牌的你们是很早熟的，你们似乎很早就能够明白，或者说隐约的感觉到自己人生的使命。在你们自我意识觉醒之后，你们会渴望进入到一个更大的世界当中，就是宝剑2。宝剑4这张牌你们成年之后会有一个盛大的仪式，我们可以把它称之为成年礼。在这个成年礼的过程当中，你们身边的人你们的亲人会你会在你们的身边人、你们的亲人的注视下驶向远方，然后你们会经历一轮又一轮的这样的一个残酷的竞争和考验。那么这个阶段的话，我们就称为是你们人生的第2个阶段它就像是一种精神的洗礼和命运的审判。你们会在一场又一场激烈的竞争当中角逐博弈当中存活下来。你们会成为一个战场上的佼佼者你们所经历的苦难是你们的勇气和力量的勋章对于你们来说，生命就是一场战斗。你们会通过种种的荣辱与成败，深入的观察自己，因为你们不想成为芸芸众生所以对于你们来说，其实真正重要的东西不是取胜，
而是你们曾经无悔的战斗过。那这是你们人生的第2个阶段啊，它也是你们的前半段人生啊。那么你们的后半段人生呢，在牌面上来看，你们会遇到3个人，这3个人，可能都会来追逐你们，或者说你们一生当中会和这3个人产生一些爱恨纠葛。那么这3个人分别是星币骑士、隐士牌，还有这个世界牌。首先我们先来说这个世界牌啊，它是一个非常强大的战士。这个战士呢，有一种豪迈和勇猛啊，可能他是来自于一个非常好斗的高大的种族啊，就像古希腊当中的斯巴达人一样。这个人身上的符号呢，是卢恩石当中的哈格尔卢恩，就是它象征的是一种束缚和限制。这个人的出现呢，他会对你形成一种束缚和限制。那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来看，那这种束缚和限制，它是不是另一种形式的保护呢？就是世界牌所代表的这个人，他想把你纳入到他的麾下，可能说成为他宗族当中的一份子啊。这个代价就是你们可能要牺牲自由。他是一个非常强大的、充满领导力的、拥有领袖气质的这样的一个人，就是他并且呢，他具有很强的这种火象特质啊。这种火象特质里面，对方的狮子的能量是最强的，就是这个人很有可能会，是那种大包大揽的人格，他会为你们扛下所有，所以说这种领袖型人格呢，可能说他在很多事情上会站在你们的角度，直接替你们去做决定，而且呢，他也同时拥有某种创造型的人格特质，就是说他会创造一些东西啊，尤其是这种物质上的资源啊、条件啊，然后分享给你们。你们可以选择和他一起去开创一个新世界啊，但是呢，当你们和他在一起的时候，你们可能会失去自由啊，变成一个像金丝雀一样被圈养在笼子里的人。所以说，如果你们和这个人在一起的话，可能这个人的事业不会成就你们的事业。虽然说他会分享一些资源给你们，但是呢，这和成就你们的事业其实是2回事。就是这个人的事业反而会让你们失去自己的事业。那么，所以说你和这个人在一起的时候呢，他所带来的一个弊端就是你们的生活可能会因为太过顺利而躺平，丧失掉奋斗的欲望啊。所以抽到这组牌的你们呢，应该是那种越是逆境当中就越能够崛起，越是顺境就越容易躺平啊。那么第2个人呢，他是隐士牌。隐士的话，他是一个低调的、沉默的、内敛的人啊，但是又拥有极强的智慧，能够看透人生的这样的一个人。这个人一开始的身份呢，可能是像一老师一样的一个角色啊，他的出现是来启发你们的。但是呢，他又是一个若隐若现的这么一个人，时而出现在你们的人生当中，时而又消失。每次他出现的时候，你们的人生都会出现一些新的转机。就是说，每次你们和隐士在一起聊天和沟通的时候，你们都能够从他的身上得到一些启发。所以说，他也是一个亦师亦友这样的一个角色。他的性格决定了他们对于情绪啊，对于感情的表达是非常克制的。所以说，你们和这个隐士的感情是很朦胧的，有一点暧昧，又有一些距离，忽远忽近，若即若离。但是毫无疑问啊，这个隐士是能够帮助到你们的。他会在你们人生的每到关键的时刻，他的出现就会给到你们帮助和指引啊。而且这个人的陪伴可能是会贯穿你们的一生的。他就像一阵风一样，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这个人呢，是活在自己世界当中的，是把自己隐藏起来的，有一点高傲啊，不屑和这个世界当中的一些东西同流合污啊。所以说这个人他会有一点神秘啊，又会有一点捉摸不透。但是呢，对于他来说的话，你们2个人似乎能够知道彼此的心意，又能够保持恰到好处的克制。所以说这个隐士的话，他有着很强的这种双子和水瓶的能量。那么第3个人呢，是星币骑士 Knight of Pentacles 啊，一个土象特质很强的人，对应的是摩羯、金牛或者说处女，一个很执着的人啊，他们的爱会很执着，甚至有一点偏执。就这个土象特质带给你的感觉呢，可能不像这个隐士或者说世界牌啊，它那么强烈，因为土象特质带来的是一种安全感、安稳感。
就是一种非常稳定的存在啊。你们在图像特质的这个星币骑士那里可以得到一种久违的安全感。在图像在星币骑士这里呢，生活是大于一切的，就是你们会在他的身边感受到一种日常运转的安稳，没有那么多的喜怒哀乐和悲欢离合，两个人就是稳定的生活在一起啊，既可以是海上明月，又可以是人间烟火。所以说，相比起那些热烈的、浪漫的、绽放的感情啊，这种感情呢，它更像是一种惬意的生活。那么在相处的过程当中呢，你们两个人，我觉得不是用浪漫来定义你们的生活，而是用生活来定义浪漫。就是你们的生活是怎样的，你们的浪漫就会以怎样的形式来呈现啊。你们两个人可能会做一些看起来很普通的事情，但是呢，对你们两个人来说，它就是会很浪漫的。比如说一起去做一顿一起去精心准备一顿晚餐，或者说在公园散步啊，一起去看日落啊，看夕阳，这些对你们来说它都是浪漫的，但是又是极其普通的。两个人彼此长情的陪伴，对你们来说其实它就是最浪漫的事，并不是说你们做什么事情是最浪漫的，而是你们和谁一起做什么事情，这才是最浪漫的。那么对于这三个人的结局呢，有两种可能性啊，一种是你们可能会选择其中的一个人来托付终生，或者说这三个人会出现在你们人生的三个不同的阶段。对于每一个阶段的你们来说啊，对于生活的理解它都是不同的。他们出现本质上都是来帮助你们成长的，是滋养你们成长的土壤啊，提供一些契机和可能性。所以说，你们有可能会分别和这三个人在不同的阶段都在一起啊，或者说你们会选择一个人然后托付终生啊，都是有可能的。那么接下来我们抽到的这几张雷曼诺神谕卡，第一张牌就是一个迷宫啊。对，你们的人生呢，你们人生的剧本啊，它不是一条笔直的直线，而是一条蜿蜒曲折的迷宫啊。你们的一生都会和这三个人有着纠缠不清的关系。而且呢，这张牌其实也代表的是你们拥有一个迷人的内心世界啊，细腻而丰富。你们同样也是不可捉摸的，没有人能够看得懂你们，甚至有的时候你们自己都不了解自己。而这张牌呢，就是你们自身所具备。而我们抽到的第二张牌呢，就是这个雷曼诺神谕卡呢，它其实是一个女性角色啊，一种温柔和智慧的体现啊。就是这是你们后半个阶段的人生对待这个世界的方式啊。就是你们前半个阶段可能是在和这个世界做对抗，但是你们后半个阶段的话，人生的后半个阶段会变得出奇的柔和温柔啊。这本身是基于你们拥有强大的自我认同感和自我配得感才能够显化出来的一种能量啊。这种强大的内核，它能够生出外在的温柔，而且这种温柔它是一种体恤式的温柔，就是有一些人在你们的身边就能够得到疗愈和安慰啊，甚至你们可能会从事相关方面的工作，就是缓解别人的焦虑，或者说带给别人一些很温暖的体验啊，可能是某种咨询类型的工作。而且呢，第三张牌啊，就是说这个放大镜啊，就是你们的内在的这种灵魂是极其敏感的。你们能够觉察到一些被别人所忽略掉的细节，能够敏锐地觉察到自身情绪的波动和周围人情绪的波动啊。你们是带着放大镜去看这个世界的，你们能够看到比一般人丰富的多的这种细节，就是你们观察到的这个世界的方式是非常细腻的。对于你们来说啊，你们的人生将会经历一个有很强颗粒感的、很强仪式感的这样的一种人生。因为你们会很认真的去生活，带着放大镜去生活，意味的是什么呢？意味的是你们能够发现那些躲在角落里的琐碎的欢愉和美好。而第四张牌呢，它是一束鲜花，鲜花它本身就是一种生命能量的体现啊，它是一种春天的信号，就是你们的人生会完成一种阶段性的变化。在你们经历的这一生当中啊，你们会完成从花到春天的蜕变。当你们还是一朵花的时候，你们会觉得春天会离开你们，是因为当你们还是一朵花的时候，你们就会经历生命的这种轮回，从盛开到凋谢不断的周而复始。所以说你们的成长就在于你们会从花变成春天本身，
而一旦你们变成春天，你们的世界里就永远有盛开的鲜花。当你们完成这种蜕变之后，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你们就得到了永恒，一种永恒的生命力啊。好，那这就是我们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对你们有帮助的话，可以在我的视频下方留言、点赞或者投币，你们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